沈伯洋会用政治攻防，然后他带入到其他政府单位里面，然后变成我们真正的负担。以前马英九想要开放两岸直航，那时候赖清德他在当立委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开放两岸直航，到时候对岸的客机下来打开就会冲出解放军。那这个理论不是听起来就是白痴嘛？就一群解放军，你没有重武装是能干嘛？然后现在就变成沈伯洋在搞这种事情。那沈伯洋喊说留岛不留人就是解放军对台湾的战略啊。那可是你是一个正常人，你就知道，请问他要留岛不留人，他要干嘛？他把台湾人全部杀光，得到一个空岛，有什么意义吗？沈伯洋会把他自己所建构出来的世界得出来这种很奇葩的结论，然后叫我们的国安单位去进行研析。所以国安单位为什么这么辛苦，就是常常为他做这些干事情。沈伯洋他是受过高级知识训练的人，所以他的问题就不在于说他有没有那些工具或理解能力，他的问题更在于是他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所以他认知作战到最后，他已经把自己的认知作战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像韩国戒严，隔天早上就有国安会就开会。我想讲的是那个谢宜容的事件，不是他其中有一个环节是他那个亲生的员工他打假卡嘛？对。那现在在国安单位里面打卡不会让你打假卡啦，但是他们是用补休的方式。好，就比如说你今天加班了3个小时，那我就3个小时给你补休。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有可能补休吗？你工作做不完怎么补？你还是得自己加班啊。对啊，所以其实他的所谓的补休，基本上你就是纸上富贵啦，你就是一直累积了一大堆假，然后呢，永远都放不了这样子。那再加上你看，这次马龙团跟那个陆生团来台湾参访，然后再加上戒严事件，就是我可以理解执政党一直用这种，比如说，我们要抗中保台，我们要防止独裁势力的入侵，我们要守护所谓的自由民主，就是一直拿这种所谓口号的东西，然后呢制造外部威胁。当然我不是说中共对台湾的外部威胁不存在，只是我们执政党会把它过度渲染嘛，就有点像南海尹锡悦这样子嘛，说我们国会被这个亲北韩势力所控制了，对，然后把这个北韩的威胁渲染到大成这样子。可是我们执政当局就开始进行政治斗争，这些我都可以理解，这个叫做政治攻防嘛，为了执政为了政权那就算了。可是呢，我们就是有沈伯洋等这种人会用把这种你们所谓的政治攻防，然后呢把它带入到我们其他政府单位里面，然后变成我们真正的负担。还记不记得就以前赖清德不是那时候他在当立委的时候，那时候不是马英九想要开放两岸直航，然后他不是说就是如果你开放两岸直航，到时候那个对岸的客机下来打开就会冲出解放军，他就提出这个理论。那这个理论不是听起来就是白痴嘛？就好，假设今天真的解放军蠢到用这种方式来入侵台湾好了，一群解放军，你没有重武装是能干嘛？可是呢，因为赖清德他把这个事情就是讲得好严重多严重，然后马英九那个时候就为什么要尊重在野党，所以国军就搞了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演习嘛，就这种听起来很低能的事情，然后现在呢就变成沈伯洋在搞这种事情。但很多细节的东西我不方便在这边讲啦，但反正他就会把他一些非常低能的理论呢，要国安单位去配合他去做。那就是增加大家的工作负担。还有像每次只要发生军演，像联合利剑 A、联合利剑 B、裴洛西来台，然后围岛军演，那势必要开国安会议嘛。那国安会议就会要国安局跟国防部去写报告说，为什么中共要军演？那好，今天你不用是专业人士，裴洛西来了之后，请问为什么中共解放军要军演？一般路人听到就说就因为裴洛西来，所以中共要军演，就这么简单嘛？我其实答案就是题目，题目就是答案嘛。那国防部就是这样子把它做这个报告呈上去啊。吴钊燮跟顾立雄不能接受那不然他们要接受什么？他们就要把它解读成为说，老共不是因为裴洛西来要军演，老共是因为他本来就会军演，因为老共就是想要侵犯台湾，他就是想要留岛不留人。就像前几天你不是在放那个罗志强跟那个沈伯雄他们两个在吵架的影片嘛？沈伯洋不是大喊说留岛不留人就是解放军对台湾的战略啊？请问他要留岛不留人，他要干嘛？他把台湾人全部杀光，得到一个空岛，请问有什么意义吗？好，我们今天就假设习近平他脑筋秀斗，他脑袋抽风了，他就想把台湾人全部屠光，然后呢想把台湾所有基础建设什么通通铲平，让他丢颗核弹来就好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他就要你把它解释成说没有为什么，因为中共就是一个集权独裁的组织，他们就是想要武力侵犯台湾，所以呢他们就会来军演，好嘛？那我心里就会觉得说，既然你都已经有答案，你就觉得说反正今天只要赖清德喝口水会呼吸，中共也会来军演。
那你就自己写报告就好了。我讲这个事实给你听，然后你不能接受，然后呢就增加我们国安单位同仁们的工作量，把气氛搞得很紧张，然后一天到晚听信沈伯洋那边妖言惑众。沈伯洋到底是脑袋为什么那么有洞？我一开始觉得说就那个是政治攻防，但沈伯洋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个小丑，然后你指控他是小丑，他就说你是中共同路人嘛，这是完全没有病识感的。所以他对罗智强那么生气，这逻辑就很清楚。因为你看他去攻击罗智强，愤愤不平，他是真的生气耶。然后他为什么气？是因为罗智强说你都是你讲的，然后他就抓狂，他就觉得他被误解，然后他就觉得罗智强这些人就是中共同路人，凭什么说他没有资格说他，所以他两个，所以他才会在下面叫嚣。沈伯洋的问题不是他没知识，他读到加州大学系统下面的法学博士，这个学位也不会外国人随便乱给。也就是说，他是受过高级知识训练的人，所以他的问题就不在于说他有没有那些工具或理解能力的，他的问题更在于是他的精神状态有问题，感知错乱，因为他一直沉浸在那个学术的象牙塔里面嘛，然后他一直不断的写各种认知作战的一种内容嘛，你去看他的书，你会觉得极度夸张这样子。我这么举例好了，比如说之前裴洛西来台，然后我们被围岛军演的时候，然后解放军有试射飞弹，那沈伯洋的理解呢，就会理解成说，这个是中共的火箭军或者是发射飞弹的什么司令部在进行无声的抗议，所以这可能解放军内部有这个政变的危机。这个是真的还是你刚才随便想的？这个是我举例的，但是沈伯洋在类似问题上，他的回答跟我讲的这情境极度类似，所以其实他认知作战到最后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认知作战了。对，他有点活在他自己建构的世界里面，所以他其实有某种程度的认知障碍，就是说他的智商没问题，但是他的认知障碍出现，而且他有幻听、幻觉、幻思的状况。因为你还记得他说他去出差的时候，他东西被他动过。你说他的炒饭没吃完的炒饭被人家动过，所以我怀疑他有幻听、幻觉。然后另外是他有可能有解离性人格，因为他不知道他上一趴在做什么，所以可能是他另外一个人格吃了他不知道。我跟你讲，沈伯洋会把他自己所建构出来的世界得出来这种很奇葩的结论，然后叫我们的国安单位去进行研析。所以国安单位为什么这么辛苦，就是常常为他做这些干事情。所以公务员轻生事件，我真的很担心在国安单位里面会发生，然后这种事情发生，肯定给你盖牌盖好盖满。这个是我们担忧的部分，就是他对于就加重国防部或者是国安单位内部的工作的压力，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他认为他救台湾，而他已经打从心里认定了这些事情，比如说他认定戒严才可以拯救台湾，因为在他看来，蓝白已经控制了立法院，更一步一步让台湾走向被中共统一的命运，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打断罗智强的这种不民主行为反而是民主的。